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早上，纽约，3家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在同一个上午向同一个客户发出了同一个通知，追缴保证金。收到通知的这个人25岁，他的基金在这个月的第一天账面上还坐着450亿美元，到这个星期四收盘剩下大概100亿，30天350亿美元，人间蒸发。而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这支基金的名字叫做 Situational Awareness， 中文翻译过来是情境感知，意思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清醒准确的判断力。这个名字来自创办人自己写的那篇165页的被整个硅谷奉为圣经的文章，而他恰恰就是因为失去了对自己处境的感知，被市场抬了出去。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期我们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数字彻底讲清楚。我先给你3个承诺，这3件事很多人没有讲对。第一，他到底买了什么？为什么他明明对冲了，却还是2头挨打？第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韩国股灾，也不是什么 IPO， 是7月27号从上海传出来的一条新闻，而那条新闻很可能根本就是虚惊一场。第三，在他亏掉一切的那个晚上，他手里还捏着一张牌没有翻，而那张牌可能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我们开始。要理解这场崩盘，你得先理解这个人。Leopold Aschenbrenner， 德国人，父母都是医生。15岁进哥伦比亚大学，19岁毕业，不是普通毕业，是全校第1名毕业生代表。这里我要更正一个网上流传很广的说法，很多文章说他拿了3个学位，不对，准确的说法是1个文学学士学位，双主修经济学以及数学统计。我为什么要抠这个细节？因为接下来这2个小时你听到的每一个数字，我都希望你能信得过。在财经内容里，把小事讲准，你才有资格讲大事。毕业之后，他去了 OpenAI， 而且不是普通岗位，是当时最核心、最神秘的部门之一——超级对齐团队 Superalignment。这个团队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研究当 AI 变得比人类更聪明的时候，我们怎么确保它还听我们的话？这是全世界最烧脑的问题之一。而他20出头，坐在那张桌子上。然后2024年4月 OpenAI 把他开除了，官方理由是不当泄露内部信息。他自己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他说他分享的是一份基本上不涉密的文件，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公司内部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尖锐意见，然后就被请出去了。OpenAI 否认这2者有关联。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后来有批评者提到，他早年曾与 FTX 有关联，他曾在 FTX 资助的一个基金会工作过。但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清楚一件事，这一次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 是一次真实的方向性的投资亏损，它和 FTX 那种欺诈是完全不同性质的2件事。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骗子的故事，我们讲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用了一个很危险的工具的故事。2024年6月 Leopold 发表了一篇长文，165页，标题 Situational Awareness The Decade Ahead， 情境感知，未来10年。这一篇文章在硅谷炸了，当时几乎所有科技公司的高管、风投合伙人、政策圈的人都在传阅它。有人说它是硅谷的必读文件。文章开头，他把它献给了 OpenAI 前首席科学家 Julius Suscaber。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就3句。第一句，通用人工智能 AGI
不是几十年后的事，是这个10年内的事。第二句，而 AGI 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需要海量的算力，需要芯片，需要内存，需要数据中心，需要电，大量的电。第三句，所以谁掌握了这些铲子，谁就是这场淘金热里最确定的赢家。各位请注意这个逻辑，它非常漂亮，非常有说服力。淘金热的时候，挖金子的人有的发财，有的破产，但卖铲子的人稳赚。而 Leopold 说，这一轮 AI 的铲子就是半导体、内存、云算力和电力。这个观点在当时听起来是天才的洞察，而事实上在接下来的2年里，它被证明是对的。英伟达涨了，内存涨了，电力股涨了，数据中心涨了，他点名的东西几乎全涨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看对了，为什么我只是写文章？我应该去下注。有一位投资人后来对《财富》杂志转述了他的原话，大意是 AGI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会大到，唯一能完整吃到这波红利的方式，就是在全世界流动性最好的市场里去表达它。2024年7月，基金成立，名字就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而他当时的专业投资经验是多少？0，一天都没有。但他不需要经验，因为他有故事。创始投资人名单，你听听 ：Patrick 和 John Collison，Stripe 的2位创办人 ；Nat Friedman，Dick 号前 CEO；Daniel Gross，YC 前合伙人。甚至还有 Jane Street， 全球最顶尖的量化交易公司之一。这不是有人给他钱，这是整个硅谷权力核心集体给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背书。现在我们来看数字，而这一组数字，我希望你特别注意时间。2024年7月，基金成立，不到10亿美元。2025年10月，财富杂志专访他的时候，约15亿美元。2026年7月，峰值450亿美元。各位看清楚了吗？从15亿到450亿，只用了9个月。为什么？因为2026年7月24号，他给投资人写了一封半年报的信。这一封信后来被《金融时报》拿到了。信里写着，2026年上半年净回报439%。我们停下来感受一下这个数字，439%。半年，年初你投100万，6个月后变成539万。同期标普500就算涨15%好了，你的100万变115万，它比市场快了将近40倍。累计回报呢？华尔街日报的口径是自成立以来超过1000%，另有报道称高达1551%。于是发生了2件事。第一件，散户开始抄他的作业。因为对冲基金规模到一定程度，必须每季度向美国证监会申报持仓，也就是 13F 文件。所以全世界的散户都在盯着看 Leopold 又买了什么。第二件，也是更致命的一件，钱疯狂涌进来，15亿到450亿。这中间绝大部分的钱是在最后阶段冲进去的。请你记住这个事实，因为它意味着在7月被打爆的那些投资人里，很多人根本没有享受过那439%，他们是在山顶上车的。这是所有爆款基金的宿命，赚钱的时候钱最少，钱最多的时候开始亏。而媒体给他的称号是 AI 先知。先知这2个字在金融市场里从来都是最贵的诅咒。好，重点来了，这一段是整个崩盘的物理结构，请你认真听。根据2026年1季度的 13F 文件，它的公开持仓大约138亿美元，分布在26只股票上。听起来还挺分散，对吧？26只。错啊
因为这26只股票其实是同一只股票。我什么意思啊？看名单。电力能源类 Bloom Energy 约占 23%， Solaris TE Energy Babcock Wilcox。 存储与芯片类 SanDisk 约占 19%， Micron 美光 SK 海力士。 AI 云算力类 CoreWeave 约占 14%， Nebius Group。 矿工转数据中心类 IREN 约 10%， Core Scientific 约 10%， Applied Digital Riot CleanSpark Big Deer Hive。 各位看出来了吗？光是前5大持仓就占了它整个多头账本的3/4以上。而且这26只股票背后是同一个赌注， 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芯片和电，这在专业上叫相关性伪装成分散化。看起来你买了26只不同的股票，实际上你只压了一件事。一件事对，26只全涨；一件事错，26只一起死。据报道，到后期 Nebius Group 已经成为它杠杆账本里最大的单一仓位之一，一家欧洲的新云厂商。还有一件事，他还做空了。他空的是什么？软件股，比如 Adobe。 逻辑其实很聪明， AI 会颠覆传统软件公司，所以做多卖铲子的，做空被颠覆的。多空对冲，两头赚。记住这条空头腿，他会在1个月后从背后捅他一刀。现在我们讲这期影片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如果你只能记住这期影片的一段话，请记住这一段。据多家媒体报道，注意，这是据报道，基金从未官方披露 Situational Awareness 的公开股票组合用了大约4倍杠杆。4倍杠杆是什么意思？我用买房子打比方，假设你有100万现金，你去银行借了300万，你拿400万去买了一套房，这就是4倍杠杆。总敞口400万，但你自己的钱只有100万。好消息是，房子涨 25%， 从400万变500万，还掉银行300万，手上剩200万，你的100万变成200万，翻倍了。房子只涨 25%， 你赚 100%， 这就是杠杆的魔法。坏消息是，房子跌 25%， 从400万变300万，银行的300万还在，你的100万归零。房子只跌了 25%， 你出局。各位，这就是杠杆的本质，它不改变你判断的对错，它只改变你能撑多久。而真实市场比这更残酷，因为你不会等到亏光才出局。券商，也就是主经纪商 Prime Broker 盯着你的账户，当你的安全垫跌破某条线，他们会打电话来说补钱，今天之内。这就是 Margin Call， 追缴保证金。补不出来怎么办？他们直接帮你卖，不问你意见。而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请特别注意，你被迫卖出去，把价格压得更低，保证金更不够，再追缴，再被迫卖，价格再跌。这个东西叫死亡螺旋，一旦启动，它不会停。它不管你的判断对不对，它只管数学。好，请把这个机制记在脑子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把450亿美元碾成粉末的。先说一件事，7月的崩塌不是一次事件，是3波。第一波7月初，7月2号，芯片抛售从华尔街蔓延到首尔，三星跌 9.06%， SK 海力士跌 14.57%。7月7号 ，Kospi 触发2026年第6次熔断。注意第6次这3个字。现在才7月初，1年过了一半，韩国市场已经熔断6次了。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市场早就崩到极限了。
原因不难懂，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加起来占了 KOSPI 大约一半的权重，而去年底还只有1/4。有分析师说得很直白，这两只里面任何一只大跌，整个指数就被拖下水，剩下900多家公司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第二波7月10号到13号。7月10号 SK 海力士把 ADR 挂上了纳斯达克。这里我要更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这不是 IPO。SK 海力士早就在韩国上市几十年了，这次是美国存托凭证挂牌，让美国投资人可以直接买。首日大涨 13%， 而 Situational Awareness 是这波交易的重仓玩家之一。然后7月13号星期一 KOSPI 单日暴跌 8.95%， 收在 6806.93 点，触发年内第7次熔断，全市场停摆20分钟。SK 海力士单日跌 15.37%。 各位，这个数字有多恐怖？这是 SK 海力士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天，超过了2008年金融海啸时的 14.93%。三星同日跌 10.70%。 那天外资单日卖出 1.7 万亿韩元的韩股，其中大部分就是在砸 SK 海力士。原因是什么？这里我也要更正一个网上的误传，不是 IPO 引发的杠杆解仓，真实原因是3个叠加。一 ADR 挂牌后的获利了结，加上资金从韩股轮动去买美国的 ADR。 2一份券商报告认为公司的季度盈利可能达不到预期。3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紧张升级，油价上冲，全球 risk off。 到7月17号，费城半导体指数单周跌 11%， 距6月底的历史高点已经跌了大约 24%， 技术上正式进入熊市。到这个时候 Leopold 的账户已经在流血了，但还没死。真正杀死他的那条新闻还有10天才会出现。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那天华尔街开盘其实是涨的，因为市场传出伊朗冲突可能要缓和的消息，大家松了一口气。然后开盘几个小时之内全部翻红，因为路透社发出了一条报道，中国上海一家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已经开始量产国产的 DUV 光刻机。我给完全不懂半导体的朋友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光刻机就是把电路图案印到硅片上的机器，这是造芯片最核心最难的一台设备。光刻机分等级，看用的光的波长。 DUV 深紫外主流成熟，能做到一定精度。 EUV 极紫外最先进，做最尖端的 AI 芯片必须用它。而全世界只有荷兰的 ASML 一家公司能造 EUV， 而且西方的出口管制明令禁止卖给中国，所以中国一直被卡在这里。现在中国说 DUV 我们自己能造了，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当天 ASML 跌超过 7%， AMD 跌超过 8%， 英伟达跌约 5%， 美光跌约 6%。 应用材料 Lam Research KLA 全线被拖下水。费城半导体指数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第二天7月28号星期二全面失控。韩国 KOSPI 盘中一度跌 12%， 收盘跌近 11%， 触发年内第8次熔断。费半再跌 4.5%， 盘中最深跌 6.5%。 纳斯达克100指数自历史高点回落 10%， 正式进入修正区间。7月29号星期三，全球芯片股市值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AMD 一家蒸发约1100亿美元，台积电蒸发约1190亿美元。晨星的首席股票策略师 Michael Field 当时说了一句很到位的话，大意是这波下跌主要是情绪驱动，不是基本面驱动。
说白了就是信心崩了。而对一个用了4倍杠杆，前5大持仓占了3/4仓位的组合来说，信心崩了就够了。这一段是很多人没讲明白的地方。有人会问，它不是对冲基金吗？它不是做空了软件股吗？股票跌的时候，空头不是应该赚钱吗？对，理论上是这样。对冲的逻辑是多头跌，空头涨，一涨一跌互相抵消，以活下来。但是7月发生的事情是，多头在跌，空头也在涨。Adobe 那些被他做空的软件股在这个月涨了。为什么？因为市场发生了一次历史级的动能反转 Momentum Reversal。 翻译成人话，过去2年全世界的资金都在做同一件事，买 AI 硬件，卖传统软件。这个交易赚了太多钱，所以太多人挤在里面。而当7月这个交易开始瓦解的时候，所有人同时往反方向跑，结果就是 AI 硬件被砸，传统软件被抢，他2条腿同时被打断。各位，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你以为你在对冲，其实你只是把同一个赌注下了2次。多头是 AI 硬件会赢，空头是传统软件会输，这是同一句话的正反面。它不是对冲，它是双倍下注。真正的对冲是当你错的时候有东西保护你，而它的组合在它错的时候从2边同时放血。7月29号，星期三，消息开始在华尔街流传 ，Situational Awareness 在紧急平仓，在四处筹钱。CNBC 报道，基金正在和3家主经纪商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沟通，试图有序地满足保证金要求，或者有序地退出仓位。有序的这3个字在华尔街的语境里通常意味着已经不太有序了。7月30号，星期四早上，3家主经纪商同时发出追缴通知。对一个据报道用了4倍杠杆的组合来说，这意味着没有明天了。他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变出几十亿美元现金，而市场上唯一有能力在几小时内接下几百亿美元资产的买家只有那么几个。其中一个叫 Ken Griffin，Ken Griffin Citadel 的创办人，规模约7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帝国。他的名声是什么？他是那个永远在场边等着别人爆仓的人。当一个被杠杆逼到墙角的玩家必须在今天之内把资产变成现金，他没有议价能力，他只能接受买家开出的价格。而 Citadel 专门做这种生意。7月30号，成交。Situational Awareness 把它整个公开股票组合折价卖给了 Citadel。SK 海力士、Corvil、Nebius、Micron、Bloom Energy 全部易主。星期四收盘，基金资产从月初的450亿剩下约100亿。7月单月回报负67%。而这里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整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TechCrunch 指出 ，Citadel 在接手之前，自己的组合里本来就有很多相同的 AI 基建标的。换句话说 ，Ken Griffin 和 Leopold Aschenbrenner 看法是一样的，他们对 AI 的判断没有分歧。分歧在哪里？分歧在于 Griffin 有能力等，而 Leopold 没有。这句话我希望你抄下来。在市场上，判断对错决定你能赚多少，而你能撑多久决定你能不能活到赚钱的那一天。好，现在讲开头承诺的第3件事。在这场灾难里， Leopold 保住了一样东西，他的私募持仓一股没卖。而私募持仓里最值钱的那一块是 Anthropic。 据 Bloomberg 报道，这块股权当时的估值大约50亿美元。
Anthropic 在2026年5月完成了 Series H 融资，投后估值据报道为9650亿美元，而他已经在6月1号向 SEC 秘密递交了上市申请草案，市场预期最快10月可能 IPO。基金发言人明确否认了外界关于正在出售 Anthropic 股份的传闻。现在请你看清楚这个对比。公开股票组合 Anthropic 股权有没有杠杆？有，据报道4倍。没有。多久定价一次？每1秒，每1轮融资。谁决定卖不卖？券商他自己。7月结局，被强制清算，毫发无伤。同一个人，同一个判断，同一个 AI 主题，一个被抬出去了，另一个完好无损。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一个可以被别人强制标价，一个不可以。这是整个事件里我认为最值得每一个普通投资人思考的一点。杠杆真正的代价不是利息，杠杆真正的代价是你把什么时候卖的决定权交给了别人，而在市场最恐慌的那一天，那个别人一定会做出对你最不利的决定。所以基金没有倒闭，它转型成了一个私募投资载体，继续运作。一个曾经450亿美元被散户抄作业的公开市场明星，变成了一个主要持有私募股权的100亿美元投资公司。7月的最后一天， Leopold 给投资人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样一句：这个月我们让你们失望了。信里有几个信息，我一条一条给你。第一，他公布了年初至今的数字，即使算上这个月的崩塌，2026年至今基金仍然是正的，大约正 80%。 但是5月底的时候，这个数字是正 270%。 2个月从 270% 到 80%。 第二，他承担了责任。他说这是非常昂贵的伤疤，但他致力于让他们成为对自己和整个团队来说无价的教训。第三，他去掉了所有杠杆，组合现在是0杠杆。第四，这一点引起了争议，他把部分责任归给了做空者。他说有人专门针对基金的持仓做空，加剧了亏损，并且把整件事比作一场银行挤兑。关于这一点，我给一个中性的看法。挤兑这个比喻一半对，一半不对。对的部分是机制确实像恐慌强制卖出，价格更低，更多恐慌，这个螺旋和挤兑是一样的。不对的部分是银行挤兑，使储户对一家本来健康的银行失去信心。而这里是一个据报道4倍杠杆的组合，在标的资产真实下跌 30% 到 50% 的情况下，触发了合约里本来就写好的条款。券商不是在恐慌，券商是在执行合同，而那个杠杆不是别人替他选的。这一段是这期影片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不是来看热闹的。450亿美元的学费，别人替我们交了，我们要把课听完。第一课，分散化不是数股票数量，是数赌注数量。他有26只股票，但他只有1个赌注。问问你自己，你的组合里有几只股票？现在再问，这些股票是不是在赌同一件事？如果你持有台积电、美光、AMD、英伟达，还有一只半导体 ETF， 恭喜你，你有5个代码，1个赌注。第二课，杠杆不改变你对错，它只缩短你的寿命。他对了，他的 AI 基建判断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证伪，连 Ken Griffin 都同意，但他撑不到证明自己的那一天。在市场上对，但是太早和错结局完全一样。第三课，真正的对冲必须来自不同的逻辑。判断标准很简单，问自己，如果我的核心判断错了，我组合里有哪一块会赚钱？如果答案是没有，你没有对冲。第四课，流动性是隐形的风险。
在牛市里，没有人问我卖得掉吗？在崩盘里，这是唯一重要的问题。第5课，也是最反直觉的一课，过去的战绩不是安全垫，是麻醉剂。439%的回报是他的护身符吗？不是，它是他赶上4倍杠杆的原因。赚得越多，你越相信自己，越相信自己，你下的注越大，注越大，一次错误的代价越致命。这不是 Leopold 的个人缺陷，这是人性的默认设置。我认识很多在2020到2021年赚了大钱的散户朋友，他们不是输在判断上，他们输在赚了3年钱之后忘了自己也会错。好，现在我要把开场承诺的第2件事讲完。我说过，压垮他的是7月27号从上海传出来的那条 DUV 光刻机的新闻。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能会觉得荒谬。那条新闻在很多半导体专家眼里被市场严重误读了。我给你3条，都是当时一线分析师公开说过的。第1条，中国本来就买得到 DUV。Wedbush 的半导体分析师 Matt Bryson 对《财富》杂志说得很直接，中国多年来一直有渠道拿到 DUV 设备，自己能造，并不改变中国企业能生产什么。真正的卡脖子从来不是 DUV， 是 EUV， 而 EUV 仍然是 ASML 独家，仍然被出口管制挡在门外。第2条，产能根本不成比例。ASML 2026年计划生产约130台 DUV 浸润式光刻机，2027年还要再加大约 30%。而中国今年的国产机台是5台，5台对130台。第3条，这不是新能力，只是新的供应路径。中芯国际早就在用 ASML 的旧款 DUV， 通过多重曝光技术做出7纳米级的芯片了。国产 DUV 加的是一条不依赖西方的供货路线，不是一个新的制程节点。Autobitruff 的股票研究主管 Stephen Horry 对 CNBC 的说法更保守，这件事要打个折看，中国能做的可能只限于非常低端的部分。各位，现在请你把这3条和前面那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全球芯片股因为这条新闻一周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而一个用了4倍杠杆的450亿美元基金因为这条新闻被彻底清算。所以这个故事真正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击垮它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技术事实，是一个技术恐慌。而杠杆最要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会等市场想清楚，市场可能3个月后就发现自己反应过度了，但保证金追缴是当天下午3点。最后，回答那个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我给你一个尽量客观的答案，目前的证据不支持泡沫已经破裂这个结论。理由有3个。第一，崩的是杠杆，不是逻辑。数据中心还在建，电网还在告急， HBM 还在缺货，谷歌甚至在这一波里上调了2026年的资本开支预期，基本面没有变。第二，买家的行为透露了真相。如果这真是泡沫破裂， Citadel 为什么要接？ Ken Griffin 不是慈善家，他折价接下这些资产，说明他认为这些资产被错杀了。CNBC 的 Jim Cramer 甚至说，这种强制卖出可能是一个清算事件 clearing event， 也就是说，可能反而是底部信号。第三，但是我必须给你另一面。这次事件确实暴露了一个真实的、不能忽视的问题。AI 交易已经拥挤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你看看这些信号。Kospi 半个月之内熔断了2次，全年8次，超过韩国交易所历史上任何一个完整年份。三星和 SK 海力士2家公司占了 Kospi 一半的权重。韩国散户在用单一股票杠杆 ETF 去买三星和海力士。一条可能被误读的新闻
就能让全球芯片股蒸发1万亿美元。这不是泡沫破裂的证据，但这是泡沫存在的证据。所以我的结论是 AI 这个故事可能还是对的，但用杠杆去表达一个对的故事这件事，在2026年7月被彻底判了死刑。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讽刺的地方，这只基金叫情境感知，而情境感知这个词的原意是准确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行动。25岁的 Leopold Aschenbrenner 对10年之后的世界看得比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他唯一没看清的是他自己的保证金账户。他能看到2030年的算力需求，他看不到下个星期四的早上。这不是嘲笑他。说实话，能在2年内从0做到450亿的人，全世界找不出几个。而且这个故事还没完，他手上还捏着 Anthropic。如果那家公司真的在10月上市，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会以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牌桌上。但今天这一集，我想留给你的是一句更简单的话：市场从来不奖励最聪明的人，市场奖励的是活得最久的人。而活得久的秘诀，从来不是看得多准，是在你看错的时候，你还站得住。如果这一期对你有帮助，麻烦点个赞、订阅，把它分享给那个正在用融资买科技股的朋友。我们下期见。